这段时间呀，你可能在各种新闻和朋友圈里都刷到了，全国多地楼市政策松绑了，首付比例下降，房贷利率降低，甚至有的城市喊出了取消限购。支持派说，救楼市就等于救经济，这是让市场活起来的唯一方法。反对派说，饮鸩止渴，这是把未来的风险提前透支了。那到底降首付救楼市现在是良药还是毒药呢？我们先不着急站队，我们拆开看看这剂药方的成分和效果。其实中国人和房子的故事啊并不长，但是非常的密集。20多年前，商品房制度刚刚普及，城市化的速度是今天的几倍。那个时候，年轻人进城，房子是稀缺品。那个时候买房啊是抢资源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来了。中国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，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，卖地收入撑起了基建和城市的扩张。2015年到2019年，棚改货币化加信贷宽松，让3、4线城市的房价都开始普涨，买房甚至成了一种理财方式，房子是最好的投资，成了中国人的共识。2020年之后，3道红线疫情冲击，叠加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房企暴雷，销售下滑，大家的信心开始松动。这段历史给了房地产3个标签：第一，它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抓手；第二，它是中国居民财富的最大蓄水池；第三，它是地方财政的命门。所以，每当楼市遇冷，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松绑刺激降首付。那降首付、降利率的逻辑是什么呢？这其实是财政加金融双工具的组合拳。降低首付比例，让你不用攒那么多钱就能买房，增加入市人数。第二呢，降低贷款利率，让你的月供压力减轻，提高你的承受能力。在经济学当中，这套打法适合什么场景啊？适合需求不足的衰退型，比如大家有钱，但是暂时没有信心消费，刺激你一下就能带动交易。但是问题是，现在中国楼市是需求不足还是信心不足呢？如果是信心不足，那就算首付降到2成，一些家庭还是会说不买，我们不想接盘。我们先来看几组现实的数据。首先就是房产的库存高企，3、4线城市去化周期超过2年，有的甚至得3、4年。第二，人口拐点，1、2线的刚需人口增速放缓，出生率下降，年轻人的基数变小。第三，就是居民杠杆率已经从2008年的不足20%涨到了今天的接近64%。很多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当中啊，房贷占比已经很高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降首付、降利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，就算降了，也未必有人敢接盘。过去有效的药方，今天可能不治病，只能是延迟病情的爆发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们不妨看看国际经验。日本90年代泡沫破裂以后呢，房价长期低迷，靠着降息刺激也没有能够恢复泡沫之前的时代。因为核心的问题是日本的人口减少，大家的房产信心崩塌。美国呢，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呢，政府大规模的救市，但是配套了金融机构清理、房贷标准的重建，花了很多年，终于恢复了市场的信心。所以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信心一旦破裂，单纯的信贷刺激很难逆转，反而可能加大债务的风险。单纯的降首付可能带来几个副作用，第一就是居民债务再加码，本来大家的杠杆已经很高了，那如果还要让人提前透支未来的收入，因为首付降低呢，就意味着你贷款的部分更多。第二呢，就是房企虽然能够喘口气，但是结构没有变，高库存、低周转、产品同质化依然存在。第三呢，地方政府短期虽然稳住了，没有暴雷，但是长期依赖加深了，卖地模式的锁链更紧了，这就是典型的短期见效，长期埋雷。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楼市问题啊，不只是价格问题，还有结构和信心的问题，那么解决的方法就要改变。总结一下，现在中国的逆房地产依赖战略，第一呢，就是调整地方的财政结构，减少土地财政的依赖。第二，把金融资源引向制造业升级、城市更新、保障性住房。第三，在1、2线重点做保障房、长租房的供给，让刚需住得起，敢消费。第四，3、4线则是控制新增供地，逐步消化库存。短期呢，可能不会让房产的交易量立刻大涨，
但是能够让楼市回到健康的轨道上。所以降首付、降利率救楼市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坏，而是要看病灶到底在哪儿。如果是短期的信贷紧缩，那这招呢可能会见效；如果是长期信心的衰退和结构性的失衡，那这招呢就成了缝合线上的止痛针。所以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呢，要有耐心做结构改革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要看清房子既是资产也是消费品的双重属性，不要被短期利好冲昏头脑，因为它的金融属性呢已经被剥离，而这一点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了共识。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再无限依赖房地产，楼市健康是经济健康的结果，而不是起点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